请出这对嘉宾来，掌声有请。男主人公小罗35岁，来自四川，是一名司机；女主人公丽芳33岁，也是来自四川，她的职业是一名工人。来，有请两位。欢迎啊！孩子多大6岁。谈恋爱谈了多少年了？13年。现在希望跟他结婚了，对不对？就是。过去13年来，从来没提过结婚的事儿吗？提过很多次。谁提的？我提的。第一次提的时候，那是小孩小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同意啊？我们本身有举办过婚礼这种仪式的啊，但是当时由于条件情况比较特殊，我们就一直没去领这个证。现在孩子已经快上学了，然后他反正就为一些事情跟我纠缠不休。我当然现在以前有准备去领，现在我对他意见有些意见，心里不是很满意，他不能理解我。那看来你在这个小片里说的是假话喽。不是你认为要不要什么承诺，你认为就准备跟人分手了是吧？不是的，我就是希望他还是尽量能改。你让他改什么呀？改我这个脾气，因为我脾气不好。你想跟他领证吗？想。你的意思是怕他了，所以不愿意领，是不是？我有这方面顾虑。你知道他怕你什么吗？他说我心眼小啊，老是跟踪他，也是这样那样说。你跟踪他啊？他网恋过。网恋嘛，本身我跟他就是有些性格不合，我老是就是语言上沟通不了。他在我们四川是另外一个城市的，他属于比较偏僻农村啊，但是我们属于长镇的，生活习惯跟他语言沟通就相差很大了。哟，至于的吗？你别拿这个作为你在网上跟人聊天的借口吧。但是我网恋只是虚拟的。我只是找了一个我倾诉的对象，感情倾诉的对象。他多大岁数，有多大年纪我都不清楚，是男是女。那你在那网上还叫得那么亲热，有这么在乎的？我认为他不应该这么在乎。那个女的叫你老公啊，还说你的生日他也记住了。你在什么时候跟人网恋的？有差不多1年吧。网恋了1年。但是他就拿这个事儿说事儿，老是就怀疑我。半夜3更都回来。办公室也看见我才回来。下次再看见我跟一个女的讲话。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我感觉啊，限制了我的人身自由，一些隐私全没了。你出差，不管你是晚上还是早上、白天，随时嘣来一电话给你，你在哪里啊？在干什么？这我跟领导在一起，有时候不接电话还拼命打，你越不方便越打。我跟他讲，他就是不能理解，他说你老是拿这个做借口。他每天晚上很晚才回家，半夜3更都不回家，有时候一个通宵都不回来。你说我能不怀疑他吗？对呀，你通宵不回来干嘛？有时候偷偷摸摸跑到厕所去发短信。公司，我们是个私营企业，领导说打电话，我们24小时开机，说打电话你就得去。他是经常夜不归宿吗？经常。有一次他不是对人发短信被我抓住了，我说你让我看，他就不让我看。我跟一个女朋友发个短信也没什么来的。没什么，你没什么鬼，怎么我觉得你太过于紧张了，你跑到我车里去，翻我的车里面，悄悄等我睡熟了，睡着了的时候，把钥匙拉了，把我。你好意思说，上次那个车里面的女孩子发胶还是我发现的，等她睡着了，我把车子打开，里面有女孩子的口红，还有发胶。你说没有跟那个女孩子有什么鬼？怎么有这些东西在车子里面？这个是啊，这个是老板的女朋友的。也可以这么讲，是因为我们是公务车，我们坐的是一个公司很大，商业集团很多人。哦，那是哪位女同事落在那儿的呢？不是女同志，是领导他们一些家属什么来的。他老是误解我，知道吧？他就行了，你别诡辩了。想不想跟人结婚吧？还爱不爱人家吧？我知道这方面，反正我也错了。但是你说你有些毛病你不改也不行了。我天生的就这种毛病，因为我跟你13年了，我现在你连个结婚证都没给我，孩子马上上学了，上不了学没有户口怎么办？咱不说孩子的事儿，就说你想不想嫁给他？啊，为了孩子我肯定想嫁给他。那别了，你想不想嫁给他？你还爱他吗？以前他对我挺好的，他还是优点还是挺多的。哦，给我洗衣服做饭也挺关心我的。他跟以前我们就谈朋友的时候，感觉太不一样了。我现在以前我们本身远就要去领结婚证，这现在这个有点不敢去领这个结婚证了。我怕一直这样下去，我有点接受不了。说今天你母亲来了是吧？我父亲来了。父亲来了。对，来吧，我们把父亲请上来。
听听老人家的意见。大家好，欢迎来我们的节目哈，这是家里老几啊？老二。他们俩13年不领结婚证的事儿，你怎么看呀？这个是我有点责任。从小的时候，因为我长期跑外面，父爱比较少一点，母爱多。您就觉得对他管束不够是吧？对对对，这是一方面。而一方面呢，就是说他那个心眼不坏，就是那个脾气有点古怪一点。他有些小花心，你知道吗？这个我就不清楚。我认为是这样的，因为我那个儿媳妇啊，在我们家庭中付出很多，很不容易。人家说是儿媳妇，我们认为她是自己的女儿，很懂事儿。我希望我儿子必须要珍惜。我们2个大人现在60岁吧，只要他们2个过得好，我愿付出一切。谢谢您，谢谢，多好的父爱了，谢谢您啊，请回，请回。我觉得你爸说了一句话，是他有人生感悟说出来的，特别有分量，叫珍惜眼前人。接下来你听听老师们怎么说你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觉得这个作为丈夫也好，是男朋友也好，应该有一个责任心。这13年了，你可能看他不像13年以前那样了，那么有浪漫了，因为他已经从一个少女变成一个孩子妈妈了。他就没有像原先你们谈恋爱那样浪漫，所以说你要接受这份感情，13年了不容易，你要对你的孩子负责。最起码的，你作为父亲，你要有这个责任感。孩子这方面我是负责了，学校我跟他安排好了已经。我在民间结婚嘛，亲戚朋友已经认可了，虽然没领这个证，干嘛非得要这个证有什么意义？小伙子，没这个。咱们国家有法律，这叫婚姻法，你知道吗？但是我现在没这个空去。你没空不行，法律不容空，疏而不漏。13年来为你生了3个孩子，前2个都做了流产。作为一个女人，这付出有多大的代价？你作为一个男人，你选择了爱情，选择了婚姻，就意味着一种承诺，意味着一种责任，要敢担当。你现在不敢担当，你枉愧一个35岁7尺男子汉。没听说过花几块钱，花1上午时间去领个结婚证。没空。没空。你能编个好点的理由吗？实话实说吧，现在我就是犹豫，我恐惧这个结婚，我有点怕了。你恐惧？你跟人在一起过了13年，我觉得你都有孩子了，这事儿你怎么不恐惧啊？他跟我想象的太不一样了。不一样。当小姑娘的时候，肯定跟你结婚的不一样了。他就想每天换一个女人最好。我觉得跟他们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所以说第二个，我只能在网上去找一个知心的、能够谈心的女人。你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个不负责任的爸爸？我这很负责任啊。你怎么负责任？我就是生活方面、营养方面，各方面。你知道什么叫言传身教吗？你给他上学，你给他钱，这是对孩子负责呀。我给他房子，我都对呀，这就叫对孩子负责呀。该买的都买了。我跟你说，凡是有心理问题的孩子，都因为自己的父母可能关系有问题，特别是自己有一个花心和不负责任的爹，这对于一个儿子的伤害，心理影响非常大。网恋，我没有出轨。我还真是挺奇怪的，一个哥们站在这儿，然后认为网恋是光明正大的，不叫出轨。我没什么，我需要。我只是心里想的，没有实际去做一些事情。我认为你还是理解错了我的意思。送给妻子一句话吧：这个婚啊，别结了。不结怎么办？我孩子怎么办？我付出那么多。他的父亲把你认作女儿，我一看那个老父亲那个样子是真诚的。你的孩子，你的儿子有一个爷爷奶奶会对他负责，你再找一个负责任的爸爸跟他一起过。那对孩子不好。这样一个爹对孩子好啊。只要他给我领这个结婚证，我全都我都原谅他了。刚开始大家都只看到了这个男人的问题，他是没有责任感。但是我现在看到了你的问题，你跟这个男人共同生活了13年。我相信你不是今天才发现他有不负责任的这个倾向的吧？这个事实的吧？你为什么一直站在他旁边呢？你为什么不走呢？以前我就觉得他对我也蛮好的，没想到小孩越来越大了，他就慢慢变心了。他就说我的脾气不好，这不好那不好，反正我做什么事情都不好。
在他眼目中他就我变心了嘛，我也没变心。之前你有过2个孩子，对，他都没要。对，那时候是因为我眼里小。你觉得他爱你吗？我觉得他还是有些地方还是爱我的。如果一个男人他爱你，他不会在这么多人面前表示出对我这个爱人的鄙视跟贬低。不爱我也没办法呀，孩子有那么大了，我不想跟他在一个。我其实想问一个女人的问题哈，你当时生孩子是为了要留住他吗？对。我觉得你们俩其实都没有考虑清楚。你是觉得你为他付出了所有的青春，那么多岁月，你为他们家付出了那么多，你到现在还没个名分，所以你不顾他的反对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了。你觉得孩子生下来了，生米煮成熟饭了，孩子长大总得上学吧，我总得有个名分吧，我总可以结婚了吧，对吗？是。你是为孩子着想吗？一个孩子他需要的是完整的来自父母的关爱，不是表面看上去完整的家庭，而事实上2个人彼此怨恨、争吵、埋怨。为了孩子再苦再累我都愿意，哪怕他不爱我，只要在一个家庭就可以了。我们说女人呐，1天的公主，10个月的皇后，和1辈子的操劳。你只有在谈恋爱的时候可能当过1天的公主。所以我对男嘉宾想说的是，扯不扯这个证是你的自由，但你完全没有资格去指责他。你说你对孩子负责是吧？对。10月怀胎的时候你在哪里？那时候我是这个方面我很亏欠他。你说你没有时间扯结婚证，你网恋的时候在干嘛？我们在外地了，已经那时候。是啊，你都有时间网恋，你没有时间扯结婚证啊？不，你可能误解我的意思了。我们打工在外地常年很少回家，基本几年回一次。你有2年的时间网恋，你不能回家打个结婚证啊？我们属于空闲的时间网恋。空闲的时间网恋，说明你还是有空闲时间的吗？我网恋可以半个小时，我不可能半个小时回老家去办结婚证了。哦，你看看他的理由，你看看他的辩解，对吧？我网恋是时时刻刻的啊，我只要一有空我就网恋，而我绝对没有空跟你扯证。姑娘，我想跟你说什么呀？婚姻当中有任何问题争争吵吵都是正常的，夫妻之间最怕的是嫌弃，嫌弃是最可怕的。当从对方的眼神当中看到对自己那种鄙夷的目光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人早就不在你这里。对，不是别人对你不好，是你自己没有把自己当人看。他就觉得反正他一直不娶你，你还在他身边呀。因为我为了孩子。我问你，你10月怀胎，一个人挺着个大肚子回四川老家，重负临盆熬过10个月，自己艰辛把孩子生下来，他把你当人看了吗？跟你在一起混沌13年，让你2次去打胎，从你身上剥离掉你的骨肉，他把你当人看了吗？那个时候他跟你说爱了这么多年，现在没有共同语言就跟别人网恋，还没有时间跟你扯结婚证，他把你当人看了吗？我不管，我只要一领个证就可以了。所以我说，对，我就是想说这句话。都是惊雷，其实目的是，涂老师他们既想让你清醒，也想让你清醒。而且就像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涂老师说的那段话，良药一定是苦口的。沉淀一下，听一听，兄弟，你错了，你错在了把我们一个人应该有的责任心丢了，所以他们气愤。他们气愤的同时，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含辛茹苦的妻子，他们替他鸣不平，而他又浑浑噩噩。我觉得你是懂法的，所以这就是你的可恨之处。为什么要领结婚证？其实你清楚。如果你跟他领了结婚证，有保障。有法律保障。他再去花的话，至少在离婚的时候有一条过错方的问题。所以我说你是懂法的，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你现在摸着你的良心想一想，你担心的是什么？我觉得现在不挺好的，挺好就把结婚证领了。我希望你也沉下来想一想，不领证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想清楚了，你记住你父亲那句话，珍惜眼前人，明白吗？我听见，我刚听见了。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60秒。我今天的目的，我就想拿一个结婚证，让他对我好，不再像以前那样网恋，对我一心一意的。我为你付出这么多，
孩子也是我自己带大的。今天假如说你不领这个证的话，我就带着孩子离开你，我就回娘家去了，这样你永远都见不到我和孩子。在我的心里，你已经成为我的妻子了。虽然没领那个证，但是我还是比较认可的，对吧？这13年来，我也知道你对我付出了很多，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彻底的改，你不要离我的轨道越离越远。唉，都有误区啊！分手就不让人看孩子，以孩子为要挟，多笨呢！但是好歹你往前进了一步，你知道要求他一心一意了，而不是一张纸。想清楚，今天如果你们再出来，跟其他的嘉宾都不一样。如果你再出来的话，就意味着你在这个舞台承诺，离开这个舞台，马上就跟他回家去领结婚证，否则你可以不用出来。回去吧。来，请关门。你怎么了？我想说两句话，为什么看着我真生气啊？你少来吧！你忘了你跟那些女顾客是怎么亲热的了吗？不是啊，你也是这个是两码事啊。看我了吗？我平时跟女顾客说话呀、聊天一系列，我知道我有对象，我最起码我负责任。这个女孩啊，我感觉就是以后就算真的在一起，她也受气，她也受罪。其实因为女人才有这样的男人，这个女人其实不重视自己啊。女人要学会重视自己。对，刚才听见那个大白腿啊，说很生气，很生气。我觉得这种形式很好。我们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就这混小子坐这边看着别人的故事的时候，他深有感触。以后得多组织一些这种有问题的嘉宾坐到这里来看别人的问题。好了，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你们觉得这个结婚证，这位女士该不该跟她的男朋友来领？来，各位请选择。89.47%的现场观众还是觉得要反对，这样一个男人怎么可以呢？我不知道他考虑的怎么样，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一起数5个数，来，5、4、3、2、1，请开门。如此爱你爱你，不弃不离，不在意。来，面对镜头，你是考虑好离开这个节目就跟他领证的吗？我知道也反省了，我准备带他回家领证。别领了吧，他跟你差距那么大，也没共同语言，网聊多开心呢。以后不在网恋了，我当着观众的面，我承诺以后不在网恋了。对他呢，多关心关心他。我们能相信吗？我想现场跟他说一句他一直想听的一句话：老婆，虽然你没有领证，但你在我心里中早就是我老婆了。你一直想听我说的一句话就是“爱你”2个字，我心里将加一个字，就是“我爱你”3个字。我可能今天说的不是你想要的场所说的，但是这是我说的是很真诚的。所以你看，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来网恋，对我好，对我孩子好，对这个家庭负责任。我也知道错了，希望你这方面能多多原谅我。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我们更希望能看到你未来对他负责任的行动，希望你能做到，好吗？好，可以吗？可以。来，这个有请小花童。这个是。谢谢。这给我哈，谢谢。带着弟弟回去吧。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见证他们的这个很特殊的一个订婚或者叫求婚的仪式吧。来，让我们一起见证。以前的事情我错了，原谅我好不好？你终于答应你这个事儿，你说这有这么难吗？就单你，这个。
陈亮灯，你在说那些话的时候，施老师夫妻俩就说13年了，太不容易了，要分真分不掉，好好对他行吗？行。这个承诺作数吗？离开这里就去领证。好。下次希望你再来参加节目的时候，涂老师不是有提议吗？有问题就坐在那儿听嘛，学习，带着结婚证来可以吗？好好，谢谢。这是礼物啊，感谢杰利亚送给你们的订婚套装，感谢天津东尼佩奇钻石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钻戒。走吧，两个人。好，谢谢，谢谢，谢谢。